如果說要選出一把能代表 CQB 的槍，无法繞開的一定是這把 HK MP5 冲锋槍。但它不是從誕生起就名揚四海的，在成名前曾因為太貴，它被放在倉庫裡落灰10年都沒人要。而在2個知名 CQB 衝突中 ，MP5 所展現的頂尖可控性與射擊精度，讓半個地球的特警都在搶着下單，生產線3班倒都供不上，穩坐全球軍警近戰裝備王座長達40餘年。即便在現如今防彈防具普及和新式短管槍械層出不窮的火熱競爭中，這把售價堪比汽車的 MP5 依舊搶手。那麼我們這期視頻就來聊聊，它真的有傳聞中那麼厲害嗎？MP5 第一次實戰首秀發生在1971年10月，漢莎航空181號班機被武裝分子劫持，迫降索馬里摩加迪沙機場。西德第9國境防衛隊 GSG9 临危受命，當時還處在小規模測試階段的 MP5 第一次踏入生死一線的實戰戰場。機艙環境堪稱衝鋒槍的地獄考場，狹窄過道擁擠不堪，武裝分子隨身攜帶手榴彈，大量人員被困在座椅之間。如果用穿透力强的步槍彈，弹头很容易擊穿飞机蒙皮或發生跳弹，傷及無辜。而發射9毫米手槍彈的 MP5 穿透力適中，彈頭撞上座椅靠背就會停下，不會穿透傷及後方人員。加上閉鎖槍機帶來的精度， GS9 隊員從容清除了機上武裝分子。這次行動雖然漂亮，但是只讓少數西德軍警看到了 MP5 的潛力。真正讓全世界記住這把槍的是3年後那場更著名的行動。1980年5月5日，倫敦王子門伊朗大使館突襲行動，6名武裝分子控制了26名使館人員。對峙持續了整整6天後，谈判破裂。时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向 SAS 下達了簡短决絕的指令：進去。數十名黑衣突擊队員兵分2路，一組從屋頂急速垂降，爆破炸開2樓窗戶，強行突入；另一組同步衝擊正門。整場攻堅僅耗時6分鐘。現場的新聞攝像機完整記錄下突擊全過程，影像火速傳遍全球。屏幕之中，身着黑色作戰服的特戰隊員手持短小黝黑的冲鋒槍穿梭在走廊裡，冷靜精準地清除威脅。經此一戰，各國軍警終於看透了城市近戰的核心痛點：傳統步槍彈頭穿透力太強，室內作戰即以穿牆誤傷無辜；老式衝鋒槍開火後坐力猛烈，槍口上挑嚴重，連發精度堪憂。唯獨 MP5 完美適配，9毫米彈藥威力可控，後坐力平順柔和，彈着點集中，指哪打哪的精度剛好適配狹小空間的救援行動。於是，所有人都牢牢記住了這把德國 HK 公司的 MP5 衝鋒槍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這次震驚世界的大使館突襲之前， MP5 已經在倉庫裡冷清地躺了整整10年。高昂的制造成本讓它銷路慘淡，幾乎淪為無人看好的高價實驗品。但這2場實戰徹底改寫了它的命運，訂單像雪片一樣湧向 HK 位於奧伯恩多夫的工廠，生產線從單班改成3班，晝夜不停。美國 FBI、SWAT、歐洲各國軍警接連採購 MP5 作為制式衝鋒槍。香港 SDO 飛虎隊、PTO 機動部隊於80年代末期淘汰了老舊的英制斯特林衝鋒槍，全面換裝 MP5。1992年全湾衝突，1994年灣仔對峙，港警特戰人員都依靠 MP5 穩定的火力，成功壓制了武裝分子。往後的40年裡 ，MP5 都牢牢佔據着全球城市近戰衝鋒槍的頂端席位，成為一代人心中無可替代的 CQB 圖騰。接觸過射擊遊戲或者看過特戰即時視頻的人都熟悉一個使用 MP5 的經典操作：將 MP5 拉机柄向後拉動，並且卡住，更換全新彈匣之後，用手掌根部輕輕拍擊拉機柄完成上膛。這個標誌性動作圈內稱為 HK 拍擊。該操作並不是槍械機構硬性要求，源自 MP5 獨特的結構設計。它的拉機柄安置在護木最前端，拉至末端之後必須卡進卡槽固定。換彈結束之後，掌根快速拍打遠比手動回拉拉機柄省事。在瞬息万变的室內近距離交戰，這一拍能省下1秒的時間，而生死之間往往便隔着短短1秒鐘。MP5 在民用槍械市場更是充滿戲劇性。1989年，老布什總統簽署行政令，禁止进口所有非運動用途的軍用槍械。原版进口民用 MP5 徹底斷供美國市場，槍械愛好者想要合法擁有 MP5，只能採購零散進口配件，在美國本土作坊組裝成型。可是原廠配件配額稀缺，二手槍械市場裡保存完好的 MP5 售價常年維持在3到5萬美元。一把半世紀前設計的衝鋒槍，二手價格甚至能夠比肩全新豪華家用轎車。德國本土的購入門檻同樣嚴苛，經過官方资質審核的半自動民用版本，在柏林、慕尼黑槍械商鋪標價普遍高於5000歐元，本土入手難度甚至高於海外，頗具黑色幽默。MP5 一生之中最出名的競爭對手便是 UZI 烏茲衝鋒槍，二者代表2條完全相悖的衝锋槍設計思路。烏茲採用開放式槍機、自由槍機結構，
扣動扳機，沉重槍機向前撞擊敵火，激發子彈，連續射擊，槍口劇烈晃動，於25米的距離內，3連發子彈散布範圍可達到成年人拳頭大小。反觀 MP5 採用闭膛待機搭配滾柱延遲半自由槍機，開火之前槍機已經閉鎖到位，激發之後機械結構放緩槍機後退速度，後坐力順滑平緩，連發槍口幾乎不會上跳，同等距離3連發散播僅有半個拳頭大小。烏茲造假低廉，適合大批量產。MP5 加工精密，射擊穩定性拉滿。若是任務目標是狹小空間營救，幾乎所有特戰隊員都會毫不猶豫捨棄烏茲，選擇可控性更強的 MP5。二者的差距本質上是廉價量產和精度優先的較量。MP5 出色的射擊性能根源來自奧地利設計師路德維希·福尔格里勒姆留下的珍貴技術。1938年，奧地利被德國吞并，福爾格里勒姆入职毛瑟兵工厂，投身早期自动步槍研发工作。二戰戰敗之後，德國所有軍工企業強制解散，他遠赴西班牙 CETME 槍械公司繼續深耕槍械研發。他始終記着二戰末期德國 STG-45 突擊步槍沒能落地的核心技術——滾柱延遲半自由槍機閉鎖機構。經過反復調試，這項結構順利搭載在 CETME 自動步槍之上。剛剛起步的 HK 公司敏銳察覺到這項機械結構的巨大潛力，購入專利帶回德國，由此衍生出冷戰大名鼎鼎的 G3 自動步槍。1964年 ，HK 工程師萌生大膽構想，把適配步槍彈藥的滾柱閉鎖機構縮小改造，打造一款發射9毫米手槍彈的新式衝鋒槍。該內部項目代號為 Project 64，原型槍械命名 HK54。時至1966年，西德官方正式認可這款武器，授予它正式編號 MP5。在那個年代 ，MP5 的設計思路與傳統衝鋒槍背道而馳。二戰時期的主流衝鋒槍，如斯特林和烏茲，全部採用結構簡單、生產成本低廉的開膛待機或自由式槍機。這類槍械適合戰時大批量投產，可沉重槍機往復撞擊會嚴重破壞連發精度，槍口跳動劇烈。伴隨着戰後突擊步槍普及，衝鋒槍的主戰場轉移至城市樓宇和密閉房間。HK 做出了相當奢侈的抉擇，放棄低成本的開膛待機，移植 G3 步槍成熟可靠的閉膛待機以及滾柱延遲反衝結構。整套機械如同精密鐘錶，開火前槍機向前閉鎖彈膛，火藥燃氣催動槍機後退時，兩顆滾柱依靠機械阻力拖慢後退速率，緩衝後座衝擊，射手感受到的後坐力平直柔和，連續射擊準星穩定鎖定目標。可高精度背後是嚴苛的加工公差，複雜零部件拉高制造成本，新品面世之後漫長10年，除去西德本土與瑞士之外，幾乎沒有國家願意採購。HK 工程師一度陷入自我懷疑自己研發出一款過度設計、脫離市場需求的昂貴玩具。直到摩加迪沙劫機、倫敦大使館突襲2場實戰，徹底改寫 MP5 坎坷的命運。任何一款經典武器都有它的時代瓶頸。MP5 統治近戰戰場40年之後，新世紀新型單兵防彈裝備的普及成為它迎來的最大難關。上個世紀的武裝分子基本不會配備專業防彈護具，步入21世紀，很多武裝人員穿戴輕便防彈背心、戰術頭盔。當特戰隊員拿着 MP5 遇上搭載陶瓷插板的4級防彈衣，9毫米巴拉贝姆彈的輕射短板暴露無遺，高性能防彈插板甚至能夠抵擋大威力步枪穿甲彈。9毫米彈頭撞擊防彈板之後，直接擠壓變形，僅能留下淺淺凹痕。這種火力不足會導致任務風險大幅上升。世界各國精銳特戰單位開始更新裝備。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列裝 MK18 短管 HK416C 短管突擊步槍 ，FN P90 HK MP7 新式個人防衛武器快速崛起。短管步槍兼顧狹小空間操控手感，彈頭穿透力足以擊穿軟質防彈衣，一點點蚕食原本屬於衝鋒槍的市場份額。2022年，美國陸軍採購瑞士 B&T 公司 APC9 Pro 衝鋒槍，原來替換服役多年的老舊 MP5。面對行業迭代浪潮 ，HK 也順勢在2015年推出 MP5 现代改進型，加裝皮卡迪尼戰術導軌、模塊化護木，適配各式戰術手電、紅點瞄準鏡、激光指示器。時至今日，全球大量普通執法單位依舊堅守 MP5，在不需要面對重型防彈裝備的街頭巡邏、日常處置治安事件、普通室內救援任務當中，它25米之內平順可控的後坐力、頂尖精度、成熟穩定的機械品質依舊無可挑剔。它早已不再是頂尖特戰圈的潮流首選，卻是一線警員安心靠譜的老牌搭檔。過去20年間，槍械行業至少10幾次傳出 MP5 即將淘汰的預言。00年代 MP7、P90 面世掀起新風潮，10年代短管 A2 步槍風靡特戰圈
20年代 APC-9 新一代冲锋枪拿下多国军演訂单，每一次行业更新，众人都笃定这位老将将要落幕，可 MP5 始終沒有徹底退出舞台。槍械更替的硬性前提是舊裝備已經無法勝任任務，而 MP5 精準穩定，故障率低，槍體結構設計扎實耐用，不少服役幾十年的老槍機械完好，依舊可以穩定開火。自1964年項目立項至今 ，MP5 已經走過整整60載光陰。它從不追求狂暴的火力傾瀉，承載着上個世紀德國軍工對於可控性、射擊精度、機械穩定性的極致追求。那一聲乾脆利落的 HK 拍擊上膛聲響，依舊不斷出現在影視劇、射擊遊戲、真實的 CQB 任務之中。屬於 MP5 的傳奇還遠遠沒有迎來終點。本期關於 MP5 的故事我們就聊到這兒。各位覺得面對防彈衣的普及，9毫米彈藥的 MP5 應該升級還是換裝新槍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